末世暴雨来袭，短短一天就有数百万人遇难，并且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中。没多久，整个城市将会被洪水彻底淹没。我重生后第一时间拿走了校花女友的物资，只因前世我们乘坐的游艇超载，他亲手将我推入水底。现在是末世降临前半小时，我居然重生了。我看了看手机，现在是2035年5月20号。什么情况？好不容易重生了，怎么才给我半小时的时间？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来到一个空间内，这是空间异能。发现这异能，我脸上露出狂喜之色。有了这一空间，以后我何愁没有物资？但可惜末世第一场灾害便是具有腐蚀性的酸雨，现在出门肯定来不及了。我必须先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。末世的第一场酸雨大概会持续在3天左右，后面便是持续数月的大暴雨。在这期间，我只能尽可能多的收集小区内的物资。想到这里，我连忙在房间内翻箱扫柜起来，最后找到了一包方便面和一瓶水。我心念一动，食物就存到了空间内。同时，我脑海中响起一道声音：检测到食物，已将食物进行增幅。突然，空间内就凭空出现了100包方便面和100瓶水。我瞪大双眼，脸上满是不可置信。没想到这个空间还有增幅效果。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物资，我内心充满了安全感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已经被空间增幅过的物品就没办法重复生效了。东西是多了，但是好像品类少了点。对了，我忽然想起几样比较重要的东西。我来到衣柜前，从中拿出了一系列野外生存用品：帐篷、潜水服、橡皮艇，特别是橡皮艇。等到洪灾降临后，这可是能救命的东西。我将橡皮艇送入空间内，检测到物品橡皮艇，已将其升级为冲锋舟。看来空间还不止一种功能，食物是进行数量的增加，而物品则是进行升级。紧接着，我将潜水服和帐篷全都送入空间内，并全都得到了强化，增加了防寒功能，可以抵御零下100度的超低温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闪电劈下，我脸色一变，连忙来到窗边。很快，酸雨倾盆而下。这场酸雨具有极强的腐蚀性，不少人就这样毫无防备的砸了。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手机忽然震动，我拿起手机一看，是一条消息：亲爱的，外面好大的雨啊！看来今天520是没有办法出去了。不过你说好送我的礼物，可不要忘记哦。我脸上露出怪笑。沈梦然，她是我交往3个月的女朋友。这个女人不仅心肠歹毒，还是个十足的拜金女。我追了她2年，直到我答应她520送她2万块的包包，沈梦然这才勉强答应和我在一起。交往了3个月，我就连她的手都没有牵过。当时我还觉得她是个腼腆好女孩，这样也没什么不好。可就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发现了她竟然私底下勾搭一个富二代，并和他一起去了酒店。但是前世的我被爱情蒙蔽了双眼，就算一个大绿帽戴在我的头上，我也没有勇气和他提分手。不过这一世我可不会继续隐忍了。包包我肯定是送不了了，倒是准备送你一份大礼。想到这里，我回了一句：我现在下去找你。沈梦然和我住在一个小区，他跟着他2个大学室友住在一起，他们有做饭的习惯，所以家里也存了大量的食材。不过这些食材都是我之前买给他们的，前世他们也就是靠着这些食材撑过了前半个月。我按响门铃，没多久房门打开，沈梦然看我手中没有包包，脸色一沉：你怎么没带包包啊？我眼神中露出一丝杀意，随便编了一个理由说道：忘记了，我晚点拿给你。好吧，那你进来坐坐吧，我继续回去睡美容觉了。哼，等我收到包包，立马就和你分手。看着沈梦然回到卧室，我便直奔厨房而去。厨房内摆满了新鲜食材，还有各种水果，我直接将其全都收入了空间内。看着眼前空空荡荡的厨房，我满意的点了点头。等到沈梦然他们发现后，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末世的残酷。我回到自己房间后，清点了一下现在的物资，各种食材加上水果，经过空间100倍增幅后，起码够我吃上个1-2年了。全球大范围出现异常天气，更是有多个城市出现极为罕见的酸雨，请市民们关好门窗，千万不要出门。再次提醒，请市民们千万不要出门。与此同时，电视上的新闻也开始播报酸雨相关的消息。不过刚开始并没有太多人把这场酸雨当回事，反而有很多人庆幸今天可以不用去上班了，学校也都放假了。这难道不是普天同庆的好事？然而大家并不知道，这才只是一个开始。
此时我的手机铃声响起，落雪，你什么意思？厨房的东西都是你拿的，你连一根黄瓜都没给我留。你没看到新闻说外面有酸雨？我现在没办法出门，你想把我饿嘎吗？我命令你把吃的东西全部给我送回来，不然我们就分手。我内心窃喜，但是还是装模作样的说道：宝贝，你最近不是在跟闺蜜们减肥吗？我把东西拿走都是为你好，免得你控制不住。沈梦然此时脸都气红了。滚！梦然，我都饿死了，你赶紧去找落雪把东西拿回来。外面这么大的雨，根本出不了门，我们总不能今天不吃东西吧？对呀，姐妹，我看你这新男朋友也不怎么样，几百块都舍不得，你还指望他今天给你送包包，多半就找借口糊弄过去了。就是梦然这次找的男朋友真是上不了台面，不过给我们买了几次菜而已，看把他心疼的。我只是跟他玩玩而已，等我拿到包包，立马就找理由把他踹了。我未来可是要嫁豪门的。但是眼看着雨下得越来越大，他们心里也渐渐升起了危机感。梦然，你说这场酸雨不会要下几天吧？对呀，你看手机新闻上都说，只要被酸雨给淋到，立马就嘎了呢。梦然再三纠结过后，还是决定去楼上找落雪。落雪，你快开门，把你今天拿走的东西都还给我们。我当然不可能给沈梦然开门。梦然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饿，可你必须要克制，减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我不能看你这么堕落下去。沈梦然也不管平时的淑女形象，满嘴都是骂人的脏话。突然沈梦然看见门缝下面递了一张卡出来。宝贝，这张卡你拿去随便花，里面有50万，密码是你生日，只要你能减到80斤，我就再给你50万。50万？听见这个数字，沈梦然瞬间忘记了饥饿，连忙把银行卡捡了起来。我减到80斤，你真的再给我50万？当然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其实我喜欢瘦的。沈梦然听见这话，顿时又变得温柔起来。亲爱的，你放心吧，我绝对减到80斤，然后再美美的出现在你面前。说完，沈梦然就拿着银行卡，心满意足的离开了。蠢货，这次的大雨可不是一两天就过去的，到时候你就会发现钱什么都不是，更何况那张卡里只有5块。此时沈梦然高高兴兴的回到自己家中，看着他两手空空的回来，小易和小文人都傻了。梦然，吃的东西呢？你怎么就这样回来了？我家亲爱的是想督促我减肥，为了我好，才把吃的东西拿走了。他还给了我50万，等雨停了，我就去取钱，我请你们吃大餐。你没搞错吧？他能有这么多钱，我怎么不信呢？他才不敢骗我，这2年他是怎么舔我的，你们又不是没有看到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，去找邻居借一下，明天还给他们不就行了？好吧。小文满不情愿的去了隔壁，他敲响邻居房门后，便有一个30岁出头的男人走了出来。小文妹妹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强哥，我们家里没有吃的了，你能不能借我们一些？等雨停了，我们就还给你。那可不行，你看外面下着酸雨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呢。假如给了你，我都不知道够不够呢。不过你可以到我家试试新到的健身器材，搞不好我就给你了呢。小文知道他什么意思，但是肚子已经饿得不行了，只能陪他进屋了。半个小时后，小文拎着一大包东西回到了自己房间内。你怎么去这么久？还用说吗？没听见刚才隔壁那么大动静？不是啦，强哥家买了新的健身器材，我就在强哥家运动了一下，你们可别想歪了。小文说的运动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只是不戳破罢了。第二天酸雨越下越大，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，大雨彻底将1楼淹了。早间新闻公布的初步死亡数据竟然已经超过100万人。夜晚随着水位上升，很多住在1楼的人就这样突然被淹没了。侥幸逃出来的幸存者现在只能待在过道里。转眼来到了第3天，酸雨彻底停了，过道内到处都是欢呼声。可大家并没有高兴太久，因为酸雨仅仅停了10分钟，外面就下起了更大的暴雨，夹杂着电闪雷鸣，整个天空仿佛都覆盖了一层电网，宛如世界末日。这下人群彻底炸锅了。老天，怎么又下起来了？家里都快没吃的了，这日子要怎么过啊？现在应该不是下酸雨了，等外面不打雷了，我准备出去买点米面干粮。照这样下去，怕是要闹洪灾了。对，趁现在不下酸雨了，赶紧去买点吃的吧，后面水涨起来了，可就什么都捞不着了。不过随着时间推移，大家很快就打消了这种念头，因为地面的酸雨混杂着雨水，同样也是有毒的。很快到了晚上，雨水已经淹到了2楼，2楼的住户无奈也只能去上层的楼道。而我正在家中琢磨着怎么收集物资的事情。现在空间里的物资已经足够我用上一段时间，可想彻底没有后顾之忧。
这些东西是完全不够的，而且时间拖得越久，能收集到的新鲜食材就越少，所以我必须要提前计划才行。随着暴雨的冲刷和稀释，用不了几天，酸雨的毒性就会消失。到时候我要抢在所有人前面去一趟城外的种植基地。今天是暴雨降临的第8天，小区断电了，这让本就饥饿的人们变得更加恐慌，甚至有2个人为了抢一包泡面而大打出手，其中1人不幸从高楼掉了下去。此时我第一时间注意到了掉下的人并没有被酸雨腐蚀，说明暴雨已经将酸雨溶解的差不多了。于是我准备好冲锋舟，开始去寻找物资。2个小时后，我来到了城郊外一座山头，我把冲锋舟收起来，然后走了上去。这里遍地都是种植的蔬菜，但是可惜都被酸雨侵蚀了。我继续往前走着，没过多久，我便看见山上成片的大棚，还有几栋零星的建筑。这些大棚将蔬菜保护得很好，我直接将这里的蔬菜连同泥土全都收入了空间内，而且在收进空间的同时就已经完成了100倍增幅，数量堪称惊人。就这样，我一个大棚一个大棚的收过去，各种种类的蔬菜应有尽有。我足足收了大半天，才把整个种植基地的蔬菜收完。100倍增幅后，空间内多了上万个大棚产量的蔬菜，感觉都够我几辈子吃的了。等到了几年后，物资严重匮乏，一颗新鲜水果就能换个校花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搜刮完大棚里的物资，我便走向了不远处的几栋建筑。走进建筑内，发现有不少嘎掉的人。这里并不缺食物，想必可能是不经意间触碰到了酸雨吧。没走多久，我听到了发电机的声音。那想要保证以后的生活品质，发电机是绝对必不可少的。不过我没有着急去找发电机，而是沿途检查了每一个仓库。在这里，我找到了大量农产品的种子以及数量惊人的各种肥料。有了这些东西，我就可以自己搞种植基地，自给自足，将物资全部搜刮干净。我这才奔向发电机所在的位置。在地下1层，我看着眼前这台大型发电机，双眼都不禁亮了起来。像这种规模的发电机，市价起码要上100万。同时，我还在附近发现了10几桶柴油，收进空间里，立马变成1000多桶。然后再将发电机也收入了空间内。检测到物品已将发电机升级为加强版发电机，能耗降低 99%， 功率提高 500%， 特殊加持，永不损坏。我瞳孔震动，这是什么逆天科技？竟然可以永不损坏，而且能耗降低 99%， 四舍五入一下，岂不是等于不要能源？扫空整个种植基地的物资后，已经快要到晚上了。我只好在种植基地里将就了一晚上。第2天清晨，我赶回小区内。刚从5层翻进楼栋内部，我便被几个人堵在了走廊上。小子，我们注意你很久了，等着你带着物资回来呢，赶紧把拿到的东西交出来，否则……眼前的男子晃了晃手中的匕首，我没有多说一句废话，抓起那人便猛砸向墙面。等到对方被砸懵的同时，我直接将其丢到了洪水中。另外几人全都吓傻了。狠人啊，快逃，兄弟们快逃！要比狠，这些刚从文明社会里出来的人，连我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上一世，我在末世里混迹3年，可不是白混的，还敢抢我物资，真是不自量力。这时楼道里面的人全都被这动静吸引而来，他们发现落雪竟然能活着回来，很多人都心思各异。他出去了那么久，肯定拿到了物资，但是这家伙看上去好像不好惹啊。人们也不敢上来讨要物资，更不敢强抢。就这样，我顺利的回到了10楼。这趟出门肯定很多人都盯上了自己，但大多数都是有贼心没贼胆，我以后必须得小心点了。另一边，得知落雪回来的沈梦然3女，此刻都激动的不行。落雪，她竟然活着回来了，她身上肯定有好多吃的。梦然，你别再磨叽了，快去找落雪吧，她有冲锋舟，以后肯定可以养活我们3个人。我现在就去，让她成为我们3姐妹的长期饭票。沈梦然来到10楼，此时我正在拿着电焊改装房门。这些都是我从种植基地找到的工具，正好可以用来加固房屋。落雪，你这是在干嘛呀？怎么把房门弄成这样，丑死了！防小偷。听见这话，沈梦然心中一喜。落雪果然带了很多好东西回来，否则干嘛要大张旗鼓的加固房门？沈梦然忽然走上前，挽住落雪的手臂。亲爱的，你这次出去是不是找到了很多食物呀？还行吧。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你难道不应该分我一半吗？说到这里，沈梦然又立马改口。不过我还有2个姐妹，要不你把吃的都给我们，明天你再出去找吧。沈梦然语气很是理直气壮，
在他看来，落雪不过就是他的舔狗。你想太多了，就你这样的女人，我根本不稀罕。我们分手吧。今天是暴雨降临的第10天，洪水已经淹到了7楼，很多家里有存粮的，现在基本上都吃光了。可大家都不敢出去寻找物资，于是刘小伟把大家聚集到一起，想要商量个对策出来。我们物资都吃光了，再不出去寻找物资，我们都会饿嘎。是啊，不过我们需要一艘船呀。我知道10楼落雪家有船，大家一起去要。这么多人，我就不信要不到。对，我们这么多人，落雪不借我们，我们就直接撞开他家门。众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10楼，可当他们看到这铁门的时候，全都傻在了原地。刘小伟走上前说道：“落雪，你出来，我们谈谈。”房间内的我正在享受着豪华大餐，突然听到门外的声音。我打开电视监控，只见门外挤满了10几号人。我用智能监控把话筒打开：“什么事？直接说吧。”落雪，现在大家都很困难，你能不能把冲锋舟给大家用一段时间？我就知道他们这些家伙是冲着船来的。不过他们说的一段时间，谁知道是几天呢？我要是真的傻到把冲锋舟借出去，那就永远也别想再拿回来了。刘小伟等人见我没有搭腔，随即补充道：“我们出去寻找到的物资，大家都会统一分配，保证每个人都不会饿到肚子，能帮助那么多人。等到洪水过去，上面肯定会对你进行表彰的。”对啊，落雪，你可不能这么自私，自己躲在屋内吃肉，却把邻居们给忘到脑后了。就是你把冲锋舟借给我们，我们到时候收到的物资还可以分给你一份呢。我都饿3天没吃饭了，你不把冲锋舟借给我们，到时候饿出个好歹，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。听着邻居们的声讨，我只觉得好笑，还跟我玩道德绑架，就好像他们饿肚子全是因为我一样。我劝你们别打冲锋舟的主意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酸雨的毒性3天前就差不多消散了。你们要是聪明，现在就该去附近的超市收集，而不是听某些人的怂恿过来找我要。要是被其他人抢先，你们可就彻底没戏了。酸雨的毒性已经没了吗？这么说，我们也可以潜水找物资了。要知道1楼就有一家生鲜超市啊。其中一人立马跳下去寻找物资。众人见那人没啥事，也纷纷潜入水底开始寻找物资，只留下刘小伟像小丑一样站在原地。好不容易找回了当领导的感觉，现在却被落雪搅和了。可他看着眼前的铁门，也只能不甘的离开了。几分钟后，陆陆续续有居民从水面浮出，手上还拿着各种物资，一切看似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然而就在当天晚上，走廊内出现了奇怪的声响，我立马就被惊醒。透过监控可以看到，是一只变异老鼠。前期绝大数的变异生物都出现在野外和海中，城内出现变异生物的概率很小。没想到这时就被我碰见了。不过还好，我已经加固了房门，短期内我还是很安全的。只是可惜，我只有空间异能，并没有攻击属性。但击败变异生物是可以获得变异核心的，这东西在末世中可是个宝贝，能够提升忍者的实力。如此想来，只要我能够将其击败，这或许并不是什么坏事。就在第10天晚上，竟开始出现了变异老鼠，而我并没有攻击系异能，也只能躲在家中。如果能有一件远程武器就好了。就在这时，监控内出现了一个拿着复合弓的女子。这么巧，这刚好是我所需要的武器。女人看来是想出门找物资，但这家伙出去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。于是我连忙拿出话筒：“美女，要不要跟我做个交易？”女人听到声音停下了脚步。你想做什么交易？你也知道外面有着各种怪物，很危险。你出去了可不见得能够回来。反正我现在都没吃的了，还不如出去赌一把呢。别啊，你先别着急出去，我可以给你一些吃的，但是你必须拿复合弓和弓箭跟我交换。苏雨飞顿时一喜。真的吗？你能给我多少？我最多只能给你10袋方便面，如果你愿意交换，就把复合弓放在门口，然后退到安全距离，我再把吃的给你送出去。苏雨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他将复合弓和弓箭放在我家门口，随后退到102房间。这人这么好说话的吗？通过监控确定苏雨飞身上没有武器后，我便在空间内取出了10袋方便面，打开房门，我将方便面丢给了他，随即拿起复合弓，立马关上了房门。苏雨飞很是无语，难道我长得那么丑吗？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苏雨飞拿着方便面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，他来到客厅，推开一面墙，里面竟然放着各种款式的复合弓。假如我在这里，就会知道苏雨飞为何毫不犹豫地答应交易了，因为这玩意他家多的是啊。另一边，我拿到复合弓后，迫不及待地将其收入了空间内，弓箭数量从30支增幅到了3000支，复合弓品质也得到了强化。加强版复合弓，穿透力提升10倍，15米范围内自动瞄准要害。直击要害，这简直就是为我这个不会射箭的人量身打造的呀！
虽然有了这么强的武器，但我并没有打算出门冒险，毕竟我也不缺食物。就这样，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很快来到了寒潮降临的日子，外面的洪水全都被冰封住了。我拿出防寒帐篷，直接钻了进去。因为在寒潮刚降临的时候，温度会骤然下降到零下40-50度，很多人因为没有防寒工具都被冻成了冰块。但我这帐篷经过加强后是可以抵御零下100度的低温，所以我并不担心。一晚上过去，我穿好防寒服走出帐篷。上一世我记得这些老鼠也都被冻住了，这也是我获得能量核心的好机会。我拿出复合弓，走出房门，准备碰碰运气。我绕着阳光小区转了好几圈，终于在一栋大楼上看到了变异老鼠。我立马用复合弓射向它，虽然我的准头不太行，但这箭有着追踪效果，直击要害。这也太不符合物理规律了吧！这一箭将冰块射碎了，保险起见，我又补了好几箭，直到老鼠身上都快扎不下了，这才放心的走上前去。我将箭全部回收，然后眼前就出现了一块鹅蛋大小的核心。我尝试接触核心，竟发现自己并不能吸收其中的能量。难道说我不是异能者吗？那我有无限大的空间有啥用啊？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先将核心收入到空间内，等回去后再研究研究。检测到一阶能量核心，请注意，能量核心无法增幅，也无法强化，但可以选择吸收或融合。吸收后可以获取新能力，融合则可以提升指定物品的能力。原来核心放到空间内才会提示啊！我想了想，吸收应该是给自己用的，融合应该就是给某个物品用的。我现在还没有多余的能量核心做实验，肯定是以提升自己的实力为主。系统，我选择吸收。正在吸收中。顿时一股能量疯狂地涌入到我体内。恭喜宿主获得新技能空间切割，可切碎3米内的任何材质的物品。哇！我记得上一世这可是7阶空间异能者才会拥有的高难度技能啊！就在第41天时，暴雨停了，转而变成了暴风雪，水面全被冻成了冰块。趁着这个时机，我出门成功击败了被冰封的变异老鼠，并获得了能量核心。我在吸收核心后获得了空间切割能力，我随手一挥就将前方的剑茎给切成2半。这时候我忽然把目光落在了变异老鼠身上。上一世我听说变异生物身上的很多材料都是可以利用的，想到这里，我就把老鼠也收到了空间内。检测到1阶变异老鼠，是否分解？分解。1阶变异老鼠已分解，恭喜获得1阶体能强化液。原来这东西是变异生物体内提取的。上一世我就听说未来城的富人区有这种强化液，每一瓶都是无价之宝啊！我一口气将强化液喝完，下一秒我就感觉身体内有火焰在燃烧一般，足足持续了半个小时，才算彻底稳定下来。我来到围栏旁，只是轻轻一掰，钢制扶手瞬间变形。这效果也太明显了吧，我都还没怎么用力呢。然后我又测试了一下速度，果然都跟以前的自己有着天壤之别。欣喜一会儿后，我就在附近开始找寻物资。我走进一栋大楼里面有电影院、按摩椅，还有游戏厅。我将这些全都收入了我的空间里。最让我满意的是前方有一辆展览的摩托车，将摩托车收入空间后，就被系统加强升级为火焰摩托，不仅速度更快，而且不受地形的影响，雪地冰面开起来都不会打滑。搜刮完附近的物资后，我并没有回小区，而是朝城市郊外赶去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郊外有一处桶装水工厂，末世中很多水源都被污染了，所以干净的水源是必不可少的。1小时后，我就来到了水工厂，这里地势很高，所以也没有被洪水淹没。我走进工厂内，顿时一惊，眼前一望无际的全都是桶装水，虽然都结冰了，但不影响饮用。统计了一下，大概有10万桶左右。我全部收入空间内，经过增幅后，直接达到了1000万桶这个惊人的数字。这下食物和水源的问题全都解决了。我从工厂出来，骑车在附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收集的。没一会儿，竟被我找到了一辆房车。我看了看这小摩托，又看了看豪华房车，摇了摇头。这2个不是一个级别的，以后赶路的时候住在这一辆豪华房车内，空间内还有用不完的物资，那这末世不就相当于旅游了？想到这里，我便将房车收入到空间内。检测到房车，已将房车升级为超级堡垒车，车身防御升级，增加武器系统以及永久车内恒温系统，特殊效果，绝对领域，在堡垒车内永远不会受到伤害。这也太强了吧，这不比我小区的破房子强多了。说罢，我就开着摩托车准备回到小区内收拾收拾，便离开这个自己生活的地方。接下来我就回到家中，把房间里的东西全都收入空间内，随即就准备离开这个小区了。刚出门正好碰到了苏雨飞。陆雪，
我知道一个很不错的地方，有药品还有食物，很适合当据点。你有兴趣吗？药品数量有多少？这个地方其实是我表妹工作的医药公司，在暴雨降临前，我表妹正在公司加班，结果就被困在那里了。所以这次过去，一是为了药品，还有就是为了找到他。有药品我当然可以去，末世中这东西可少不了。不过你怎么确定他还活着呢？我表妹工作的地方楼层很高，而且还有食堂，所以应该不会有事。那行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好，那你等我几分钟，我回屋子里收拾点东西。没几分钟，苏玉飞便拿着一把弓箭走了出来。我们骑上了车，快速向目的地赶去。这暴风雪天气，我穿上了防寒服，并不觉得寒冷，倒是死了苏玉飞了，在后面被冻得瑟瑟发抖。不过还好目的地离得并不远，否则他根本撑不了太久。大约过了半小时，我们来到了医药公司。好了，你带路吧。苏玉飞点点头，便带我进入高楼内。楼层内感觉有点太安静了，不像有人住的样子，而且每个房间门都被打开着，只有前方一个铁门关着。苏玉飞敲了敲门说道：叶芷嫣，你在里面吗？而在门内5个人正在争论着什么。芷嫣，你就从了亮哥吧，他是我们这里唯一的男生，肯定有能力保护我们。哼，你想得到没？你们要自甘堕落，别搭上我。突然芷嫣听到了苏玉飞的声音，双眼一亮，刚想要去开门，却被王亮拦住。你干嘛？我表姐在外面，现在天气这么冷，赶紧让他们进来。不行，我们物资有限，不能再让人加入进来了。叶芷嫣深呼一口气，你不让我表姐进来，那我离开行吧？但那属于我的物资，你得分给我。开什么玩笑？你离开了还想有物资？做梦去吧！我在门外听到争吵声，立马踹开了铁门。姐，我在这里。我顿时一惊，竟然是他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上一世他就是排行第1的治疗系异能者，在其他异能者还在7、8阶苦苦挣扎时，他就已经突破9阶了。几乎一瞬间，我就决定一定要拉拢他。臭小子，你敢坏我好事！王亮拿着木棍就朝我攻来，但我可是服用了1阶强化液的，王亮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3、2下就让他连连求饶。大哥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！我根本没理他，转身对叶芷嫣说道：药品在哪？赶快带路！我总感觉这里不对劲。叶芷嫣带着我们走到药品间，这里的药品很齐全，我也不管，直接将所有药品全都收入到我的空间内。突然一只藤蔓穿过房间，不好，这里有问题，赶紧离开这里！我连忙带着梁宇疯狂逃窜，还好有惊无险的逃出了大楼。我抬眼看去，这才看清原来是一只变异大树覆盖了整栋楼，梁宇也被吓一大跳。落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变异大树，看体型应该进化到了2阶，拥有寄生技能，非常难缠，我们最好尽快远离这片区域。于是我将房车拿出，快上车，别看了，再看就跑不掉了。梁宇连忙跑上车去，我一脚油门飞速的离开了这里。接下来就是分配2个女生的工作了。你们谁会做饭？我房车里面有菜，谁去做点？我来吧，我厨艺还行。叶芷嫣走进厨房，眼前一亮，这里各种蔬菜肉类应有尽有。这落雪哪里来的这么多食材啊？我被困在公司这1个月的时间，都没见过这么新鲜的食材，这也太棒了吧！说罢，叶芷嫣就开始做起饭来。没多久，热气腾腾的菜就端上了餐桌，3人开始大快朵颐。吃完菜后，叶芷嫣主动开始收拾碗筷。不错不错，以后做饭就交给叶芷嫣了。我倒是想啊，可是车内的东西也不够咱们吃几天的。吃的东西不用你们担心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空间内的物资都够我们吃一辈子的了。随即我又看向苏玉飞，你有没有驾照？会不会开车？会的，不过技术不太好，怕给你车撞了。没关系的，会开车就行。毕竟普通的冲撞根本无法对车身造成损伤。我并不打算养闲人，叶芷嫣后期会有治愈能力，还有一手好厨艺。苏玉飞暂时还不知道，所以也得给他找点事情做。不过想要长途驾驶的话，单靠上次种植基地得到的汽油是不够的，所以我准备先去附近的加油站看看。末世中汽油很抢手，每天避难所的人都会出来挖冰层，然后向上运送汽油。我也准备过去碰碰运气。很快我就来到了加油站附近，我用望远镜看去，发现是之前小区内的人，我的前女友沈梦然也在其中。不过他们后方的壮汉正在管理着他们，看来他们是加入避难所了。不过上一世我记得前期避难所其实比外面还恐怖，新加入的人每天都是在搬运汽油。落雪怎么了？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没事，那里有一批人，我们等到晚上加油站里的人离开了，我再过去。于是我们等到了晚上，避难所的人终于离开了。你们待在车内，不要离开，
任何人过来都不要开门。好的。我走进加油站，从洞口直接跳了下去，下方油桶基本上都被他们扫光了。不过这里还有3个大型储物油罐，看来是他们大型油罐拿不出去。随即我将3个储油罐收入空间内，眨眼间就变成了300个储油罐，一共是15000个立方，这就相当于上百家加油站的储油量了。100倍增幅，从不让我失望啊！这下终于不用担心房车耗油问题了。拿完油后，我回到了房车附近，突然一个黑影冒出，我定睛一看，这竟然是一只灰猫，我瞳孔微微一缩，这难道是幽冥王吗？上一世我有幸看过幽冥王的照片，头顶上正是有着火焰的标识，这可是一只王级变异兽，前世它还帮助人类一起抵抗过怪物，显然它对人类十分的友好。猫叫声把梁女吸引了过来。咦，这不是煤球吗？你在说什么？这是我之前小区的流浪猫，我以前还经常给喂食物呢，没想到这么长时间，煤球你还活着啊！你们认识正好，我打算收留煤球，你们觉得呢？好诶，好诶，没想到我们在末世还能养猫呢。落雪，你给我们讲讲关于异能者的事情吧，这样我们也能更快的适应末世。好，其实异能者就是人类进化出了特殊属性，每个人觉醒的属性基本上都不一样。那你觉醒的什么异能？空间。只见我拿起一瓶饮料，眨眼间就消失了。2个女生顿时一惊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，简直就和魔法一样。对啊，你之前说我也有异能，为什么我没有你那么厉害啊？术业有专攻，你的异能是治疗，攻击手段会弱很多，但这个煤球也是异能者哦，以后还会成为王级变异兽，刚好你可以试试能不能治疗煤球腿上的伤。好，我试试。煤球似乎听懂了我们的话，连忙走了过来。叶芷嫣将手放在煤球的伤口处，大约过了10几秒，伤口竟然就完全修复了，但叶芷嫣也变得晕晕乎乎的。芷嫣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他只是等级不足，现在勉强只能使用1次技能，让他坐着休息下就好了。煤球被治愈后显得很兴奋，直接跳到了我的身上。很显然，煤球也知道这里谁才是老大。接下来我便从空间内取出几道熟食，大家先吃饭吧，天色不早了，吃完就该休息了。好的好的。煤球，这是你的，以后跟着我，每天都有鱼吃哦。大家吃饱喝足后就幸福的睡着了。隔天一大清晨，我们便是离这座加油站没开几公里，苏雨飞突然一个急刹车，他有些颤抖的声音喊道：落雪大哥，你快来啊，你看前面是什么？我下车一看，只见前方不远处有一团虫群正朝我们这边袭来。天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虫子？现在可是冬天啊！这些应该是变异兽，但是单个实力都没达到1阶。怎么办？我们现在绕路走还来得及吗？没事，不用绕路，给我3秒。只见我瞬间消失，仅仅3秒就解决了虫群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这家伙太强了吧！我以后一定要跟着落雪，像他这么强的人，以后的小弟肯定很多，我必须先抱上大腿。这一次我获得了18颗能量核心，并将虫群分解，得到了大量的1阶体能强化液。我回到车内，我拿出3瓶强化液给他们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可以强化体能的，以后大家每天1瓶，可以增加自身的实力。不过1阶强化液的效果第一次增幅最明显，后面服用都只会少量增加实力。假如想要继续增强体能，就只有服用2阶强化液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他们喝完后，我就回到空间内开始吸收核心，每吸收1个核心，升级进度就增加10%。我一下连着吸收了9颗，距离2阶只剩下1线之隔。当我在准备继续吸收时，系统却提醒：吸收1阶能量核心，很大概率会造成进阶失败，是否继续吸收？我这才想起来，上一世未来城的第1强者，就是在吸收了幽冥王的能量核心后，才成功突破10阶的。原来每次升阶必须吸收比自己高1阶的核心才有用，看来得找机会回一趟叶芷嫣上班的医药公司，那只2阶变异树怪正好可以满足我的需求。我现在距离2阶只剩下1线之隔，只要击败医院的树怪，我就能升阶了。不过我才1阶，让我越阶挑战变异植物，那不是开玩笑吗？算了，还是先去把附近超市的物资搞到手，再考虑2阶核心的问题。说罢，我们便往附近的超市驶去。超市在冰层下面，不过让我奇怪的是，前面的洞应该是避难所的人挖的，可是周围却没见到一个人。不对劲，你们在车上等我，我过去看看。随即我走到洞口跳了下去，我警惕地将大门打开，随时做好战斗准备。可进入超市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，于是我就开始了大扫荡模式，将一箱箱物资全都收入了我的空间内，并且瞬间完成了100倍增幅。我连续收集了半小时，手都收软了，这才将超市给搬空。
这下我空间里物资的种类总算齐全了。没想到在末世我还可以实现零食自由。接下来我就准备回房车那里，结果刚来到超市门口，就看到了几名女生，其中有一名红发女生，我感觉有点眼熟。你是谁？我先来的，你们后到。这话应该我问你们吧？我们只是想进去拿些吃的，你可以让我们进去吗？那行，你们随意吧。我让开一条道，他们慢慢的走进了超市。就在红发女生经过我身边时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。等等，你是不是叫徐颖？徐颖惊讶的回头说道：你怎么知道？还真是你啊！前世我认识徐颖的时候，她可是未来城精锐小队的队长，是很多男人心目中的女神呢。最重要的是，徐颖是一名火系技能者。火系异能是可以克制变异植物的，刚好能和我一起去对付医药公司的那只2阶树怪。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做个交易？什么交易？我能让你实力变强，这个东西你应该很需要吧？徐颖双眼一亮，能量核心，这正是我一直想要的东西。你想和我做什么交易？你跟我去一个地方，然后用你的火系异能攻击它就行了。徐颖听到这话又是一惊，这家伙怎么知道我会用火，而且还认识我？我根本就没见过他啊！不过他最终还是答应了。那行，带着你的伙伴先上去吧，这里没物资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。等到我们来到地面后，就各自回到了自己的车内。很快夜晚来临，徐颖他们的车并没有保温系统，几个人被冻得瑟瑟发抖。就在这时，苏雨飞来到他们车前敲了敲门。徐颖下车后，苏雨飞就说道：落雪大哥怕你被冻没了，让我给你送一床被子来。谢谢。徐颖连忙将被子接了过来。对了，落雪大哥让你过去一趟，说有正事和你商量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徐颖把被子放回车内，就跟苏雨飞来到我的房车内。他一进来就感觉从冬天来到了春天一般。这里面也太暖和了吧！过来坐吧，既然你同意合作了，那就先说说你的情况吧，比如你是哪里来的，还有你的异能情况。我是从附近避难所里逃出来的，那货车也是在避难所拿的。昨晚避难所里面跑进来大量的老鼠，还好我跑得快，要不然就要没了。原来如此，那你的异能现在攻击距离多远？大概5-6米吧。我回想了一下那只变异树怪生长的位置，5-6米显然烧不到它。于是我拿出一枚核心说道：这颗能量核心你拿去吸收了，就当是我提前给你的报酬。你现在就给我，难道不怕我赖账吗？你大可以试试，我这里可是有3名异能者。大哥，我开玩笑的。你就在这吸收吧。说罢我又给叶芷嫣一枚，这是给你的，用完了继续找我拿。谢谢落雪大哥。随即他们便开始吸收了起来。2阶变异树怪，明天等我来会会你吧。我将2个能量核心分别给了徐颖和叶芷嫣，他们很顺利的就将核心吸收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我变强了。这不废话吗？赶紧下车去试试你的火焰攻击距离。随即我们下了车，徐颖抬起双手，瞬间将火焰丢到10米开外。怎么样？你看可以吗？好像还差点。于是我又拿给了徐颖一枚核心，继续吸收吧。你刚刚不是给了我交易的报酬了吗？这颗算是借给你的。好吧，这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了。可他刚开始吸收，却发现自己怎么都吸收不了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会这样？于是我又取出一枚核心递给叶芷嫣，你来试试。可几秒后，叶芷嫣却摇了摇头，我也不行，感觉自己体内的能量到极限了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这应该不是他们的问题，而是吸收能量需要缓冲时间。我之所以能够连续吸收9颗，应该是拥有空间系统的缘故。那行吧，今天就先这样，明天再试试。很快一晚上过去，清晨我们便出发开往医药公司。保险起见，我们将车辆停在了距离医药公司200米处。我拿出望远镜一看，发现医药公司竟然就快被树木给覆盖了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恐怕用不了多久，这树怪就要进阶成为3阶吧。徐颖，你试试现在能不能吸收核心。徐颖点点头，便开始尝试。好像可以了，不过吸收的速度变慢了点。那就好，等你吸收完，我们就出发。这段时间叶芷嫣也没有闲着，做了一大桌子的菜送了上来。大家都饿了吧？先吃饭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于是我们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。徐颖吸收完核心，就被这美食的香气馋得直流口水。老天啊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些家伙在末世竟然吃上了大餐。要一起吃吗？不了不了，这些食物太珍贵了，要是真吃了，那我得什么时候才能还清这人情啊？客气什么？芷嫣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，我们也吃不完。就是快来吃吧。苏雨飞将徐颖拉到桌子前，一群人就这样吃了起来。突然有20-30号人朝我们这边围了上来。
我们在末世艰难求生，这群人竟然在吃大餐。你们这家伙谁啊？怎么那么嚣张？赶紧把食物全部交给我们孙老大。瞿颖，你知道这些人谁吗？不知道。哟，你连孙老大都不认识？那所医药公司的总裁的儿子，家里可是有亿万资产的。听到这话，瞿颖车内的姑娘们连忙朝孙老大那边涌去。你们干嘛？赶快回来！我才不呢，跟着你我们都累死了。但是以后跟着孙老大，说不定能等到救援呢。还是你们几个识相，对面的几个赶紧把食物交出来吧，否则就别怪我出手了。呵呵，还想抢我的东西？我给你们3秒离开这里。好大的胆子，敢和我这样说话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煤球出来吧，这群人就交给你了。哦，好了，我们也都吃饱了，现在就过去解决树怪吧。我带着瞿颖走到大楼下，你对着这怪物放火，其余的都交给我来处理。瞿颖点点头，便开始不断的朝周围丢出火球。树怪想反抗，但都被我空间切割，全都抵挡了下来。树怪终于是被解决了，2阶能量核心也被我顺利拿到，这下终于可以升阶了。在我得到2阶核心后，我立马就将其收入了空间内。检测到2阶核心，请选择吸收或者融合。吸收。随即我就感觉身上充满了力量，等级提升成功，恭喜获得新技能空间跳跃，可以瞬间移动至10米内的任何地方。竟然又有新技能！上一世我记得6阶以上才有可能掌握2种技能，可到了我这里，好像每升阶一次就能获得一个新技能，简直不要太爽！接下来我回到房车内，对着瞿颖说道：“你的朋友都走了，现在你有什么打算？有没有兴趣跟着我混？我可以保证你在这末世的衣食住行。不过以后遇到变异兽，你得和我一起出手，获得的能量核心都由我来分配。”好，我愿意跟着落雪大哥，以后食物的问题就不用发愁了。落雪大哥，咱们接下来去哪里呀？去北方。等到这极寒结束，就会出现大量的变异体，而北方的变异体会少很多。末世中，绝大数的人类基地也会在北方驻扎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先去附近的桃花村。说罢，我们便出发往桃花村赶去。我之所以要去那里，是因为那里有一棵桃树发生了变异，而这棵变异桃树的果实能让人随即获得3种基础异能之一，分别是力量、速度、感知。前世这棵树可是各大基地的抢手货。不过这一次，我要先下手为强了。没多久，我们便顺利的抵达桃花村。这里到处都是桃树，想要找到变异的那棵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。就在这时，5个村民走到我们车前，带头的老人敲了敲车门，说道：“小兄弟啊，你们是从城里来的吗？外面的情况咋样啊？”“跟这里差不多。”听到这话，村民几人开始商量起来。没多久，老人又说道：“小兄弟，我看你能从城里面出来，应该挺有实力的。我们桃花村最近有些土特产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交换？”“土特产都啥时候了，竟然还有这玩意？”老人见我疑惑，随即就拿出了一个桃子。我瞳孔微微一缩，这是变异桃树的果实。这果子啊，可是好东西，吃一颗顶好几天饿呢，而且力量还会变大。怎么样，有兴趣吗？看来这些村民还不知道这果实到底有啥用。既然对方想和我交易，那就走正常流程吧。老人家，这桃子我也不知道你说的真假啊。这没关系，只要小兄弟给的食物多，你们可以当场试吃。那行，你说个价吧。300斤粮食。300斤粮食，老人家，你知不知道外面的行情啊？洪灾过后，粮食那可是稀缺物品啊，你这个价，怕是没有几个人买得起哦。那200斤不能再少了。成交，那我先买1颗试试。说罢，我就在空间内拿出200斤大米。老人家，你轻点下。老者身边的村民当即上前检查。爸，这些都是新鲜大米，数量不多不少，咱们终于可以吃饭了。这些天桃子都吃腻了。老者见我如此爽快，当即把桃子递了过去。小兄弟，你试试这桃子的效果吧。好嘞，你等我几分钟。我回到车中，将桃子收入空间内。检测到物品，已将桃子升级为加强版变异桃，服用后可随机获得1异能，基础异能概率为 90%， 特殊异能概率为 10%， 不可重复使用，可与原异能叠加。我面色一喜，这桃子是真的，看来我得多交换一些了。我刚刚试过了，桃子没问题。你们还有更多的果子要交换吗？有，只剩下3颗了。不过你能拿得出这么多粮食交换吗？你放心，只要你有，我就拿得出粮食。那行，你和我走一趟吧。村民们带着我走过一片桃树林，半小时后，我总算是见到了这棵被评为天级的变异桃树。这1个月，我们都是靠着这棵桃树活下来的。不过吃了1个月的桃子，实在是腻得慌，所以才找你换点粮食的。我满脸问号，这么珍贵的灵桃，
老者一家竟然拿来当饭吃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要知道这灵桃就算吃太多，也就只有一次觉醒异能的机会。这老者一家吃了1个月，这也太奢侈了吧！如今桃树上只剩下孤零零的3颗了。不过好在这个桃树还是完好无损的。于是我清了清嗓子说道：“这桃树看上去都要秃了，但是我看这棵树也挺有意思的，就这树连带果子一起卖给我吧，我给你600斤粮食，外加20箱压缩饼干。”这点物资对于我来说只是凤毛麟角，而对于老者一家却是能吃上5年的了。老者有点心动。这压缩饼干1箱有多重？10斤，20箱就是200斤。老者很是纠结。老头子啊，赶紧换啊！这小兄弟一看就是好人，桃子都快没了，你让我们以后吃什么啊？行吧，行吧，那就换吧。半小时后，我便扛着桃树回到了房车附近。我挥手间将桃树放入空间内。看什么看？桃树已经到手了。苏玉飞，你去开车，现在出发去往北方。等我们回到车内后，我便进入到空间。不出意料，桃树经过空间升级后变成了加强版变异桃树。不过现在让我头疼的是，怎么才能给桃树补充能量呢？突然我灵光一闪，对了，核心好像可以和物品融合。上次我还剩下5颗核心，我拿出核心说道：“使用能量核心与桃树融合，正在融合中。融合进度很快就到达了100%。一阶能量核心已融合。当我再看向桃树时，就发现桃树上竟长出了一个小花苞，成功了！这个方法果然可行。不过想让这个小花苞开花结果，应该还需要更多的能量核心。我现在手中有4颗灵桃，我1颗，叶芷嫣1颗，苏雨飞1颗，徐颖1颗，正好够分。剩余的4颗能量核心还是先留着吧，等到队伍里的人都升级到2阶，多出来的核心再培养桃树也不迟。现在就先让我来试试这个灵桃会带给我什么异能吧。我3两口将灵桃吃下，突然一股奇异的能量涌入我体内。与此同时，系统在我身边出现，检测到新异能精神干扰，可以让敌人看见内心深处可怕的事情，并且放大情绪，持续30秒。听上去还不错哦，又是一个好技能。接下来就看看叶芷嫣他们会觉醒啥技能吧。接下来我准备给小弟们1人1颗灵桃，不过这不能白给他们。于是我列出了一张清单，所有的奖励都是要通过贡献值兑换的，这样才能更好的调动大家的积极性。落雪大哥，这灵桃为什么这么贵？竟然要10颗1阶能量核心？可不要小看这个灵桃哦，它可以帮助你们觉醒第2异能呢。3女顿时惊呆了。真的吗？我是普通人也可以觉醒吗？当然可以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先借给你，以后每个月给我10%的利息，等你有了异能以后，想还这点核心并不难。苏雨飞连忙点头。好，我要试试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好，这2颗是你们的了，赶紧吃了吧。至于徐颖，他才跟着我1天，信誉度不够，再考察一段时间吧。苏雨飞和叶子嫣吃完后，分别觉醒了雷电系异能和感知异能。苏雨飞运气太好了，雷电异能可是比较稀有的，攻击力非常强大。叶芷嫣运气就比较差了，感知异能相当的普通。不过好在治愈系异能才是他的强项，这第2异能只能算是锦上添花了。完蛋了，我觉醒的还不是攻击系异能，我该怎么用核心换啊？没事，对于辅助系异能者，可以每天打扫房车和做饭换取贡献值。那就好，谢谢老大。2天后，我们抵达了一座巨大的钢铁园区。大哥，冰层下面好像有很多钢铁，我们要不要下去？正好我空间内还没有钢铁材料，只要收集足够材料，经过我的空间强化，说不定能够搭建个钢铁别墅出来。说散就散，我使出空间切割，20多米的冰层在我眼里就跟形同虚设一般，眨眼功夫，周围冰层就被清理干净了。我们走进钢厂内，这里有着很多零散的钢材，全都被我收入了空间内。我的，全都是我的。收集完这边的物资后，很快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大厂房，这里面的空间足足有数万平方米，并且还有3栋成品轻钢别墅。我毫不犹豫地将别墅收到了空间。检测到物品，已将别墅升级为加强版合金别墅和抵御10级强度的攻击，特殊加持绝对领域。竟然也有绝对领域，这房子安全感满满呀！我满意的回到厂房内。就在这时，苏雨飞突然跑过来，焦急地说道：“老大，外面情况不太对劲，你快出去看看吧。”我出去一看，发现外面的天空中出现了大量的乌云，一个巨大的龙卷风正朝我们这边袭来。什么情况？前世这段时间不应该有龙卷风的。落雪大哥，这种天气继续赶路也太危险了，我们要不要去厂房下面躲一躲啊？不行，厂房空间太大，我们必须找个地下室，把周围全部加固一遍。
落雪大哥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去哪？别担心，去附近的别墅区，只要找到地下室就可以。没几分钟，我们就来到了别墅区。这时，前方一群人围了上来。喂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这里是希望城的地盘，外人不得入内。大家别误会，后面不远处龙卷风要过来了，我是想找个能避风的地方躲躲。当然，我也会给你们报仇的。这个别墅区有不少人，我不打算强占，毕竟现在还是躲避龙卷风要紧。龙卷风！壮汉微微一愣，然后拿出望远镜一看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快去通知首领。没多久，一男一女走了过来，通知所有人把车辆藏好，顺便通知一下附近的居民，让大家做好防护准备。陈泽言有条不紊地安排着。做完这一切，陈泽言这才走到我们这边。多谢几位的提醒，否则等我们发现，恐怕就已经晚了。没事，我们只想找个地方避避风，只需要躲一晚我们就走，而且会拿出物资给你。物资就不用了，我这里的规矩是只要给基地带来价值，就能得到好处。你给我带来这个消息，那自然可以免费住进我的基地。那就多谢了，麻烦给我找一个3层地下室吧。行，心妍，你带他们进去吧。我们跟着陈心妍来到地下3层，这里避难的人有很多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。落雪，怎么又是你？你怎么和跟屁虫一样，哪里都有你？切，原来是前女友啊！你是看着我身边的女生嫉妒了吗？沈梦然被气得够呛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的男朋友可是异能者，你给我等着。说罢，他就找王虎去了。王虎是这基地的2把手，不过人比较老实，还以为沈梦然是真的喜欢他。宝贝，你怎么来了？虎哥，刚刚进去的那几个家伙，你能不能把他们赶出去啊？我跟他们有过节。不行啊，那几个人是首领安排的，他们就是进去躲一晚上，明天就走。虎哥，你可是基地的2把手，难道这点小事都要看首领的眼色吗？你这么厉害，我觉得你更适合当首领。今天你就在大家面前立威，让大家知道你才是基地最有话语权的。这样不太好吧？首领对我有恩，想要让基地发展更好，当然要让有能力的人来领导啊。那倒也是。就这样没几句话，沈梦然就把王虎忽悠到了地下3层。虎哥，就是他们几个欺负我。落雪，我给你10秒离开这里，要不然我男朋友可要出手了。对了，虎哥可是力量型异能者，异能者你们没见过吧？科幻电影的那种哦，怕了吧？这么厉害吗？听到这话，我们都快笑喷了。力量型异能者在我们的队伍里，绝对是属于人人嫌弃的那种。比如吃灵桃的时候，谁都不想抽到基础力量型。你们笑是什么意思？宝贝，你赶紧赶他们走啊！王虎刚想上前，可下一秒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精神干扰让王虎陷入到了幻觉之中。我并没有趁机偷袭。30秒后，王虎逐渐清醒。知道我们之间实力的差距了吗？我看你人比较老实，并不想伤你，但是我得提醒你小心你身边的这个女人，她只是利用你罢了。王虎被吓得连连点头，一把推开了沈梦然。我们被迫只能躲到了地下3层，几百平米的地下室被挤得满满当当。陈泽言来到洞口处，大声喊道：“各位，龙卷风正在快速朝基地靠近，威力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恐怖，所以大家必须齐心协力，共度难关。如今这个地下室就是基地最安全的地方，只能委屈大家在这里挤一挤了。妹妹，辛苦你把洞口加固一下了。”陈心妍点点头，便伸出双手，顿时一座座土墙出现，将洞口封住。这小姑娘竟然是土系异能者，防御力很强，正好是我队伍的短板。可惜陈心妍是基地首领的妹妹，拖家带口的，能拉到我队伍的可能性不高。很快龙卷风便朝这边袭来，所到之处全都变成了废墟，所有人的心情都非常的紧张。我们能够感觉到地面在震动，天花板上不断的往下掉落尘土，就连土墙也开始慢慢出现裂缝。好在10几秒后，头顶就没了动静。此时的人们欣喜若狂的叫出声来：“龙卷风过去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！”陈心妍走到洞口处，将土墙撤掉一部分。当他们看到外面的场景，顿时呆住了。我们明明在地下3层，可洞口外面竟然是灰蒙蒙的废墟，所有的一切全都被毁了。完蛋了，我辛辛苦苦建立起的基地，就这样化为灰烬了。陈泽言开始痛哭流涕，但我早已习惯了这个模式。我扶起陈泽言说道：“多谢首领收留，不要灰心，我相信你还会东山再起的。既然龙卷风已经过去了，那我们也准备告辞了。”这么快你们就要走了吗？我们本来就是路过而已，看在你好心收留我们的份上，我提醒一下，尽量远离海边。上一世我记得海边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不止出现了一只王级生物。哥，落雪兄弟说的对，我们还能重新开始。就在此时，地面再次开始震动。我拿出望远镜一看，发现一大群地阶老鼠正朝我们这边赶来。怎么会有这么多老鼠？落雪兄弟，你还是再躲一会儿吧。不了，
我们得离开了。等我们离开后，你立马把洞口堵住，各自保重吧。然后我带着几人迅速离开了地下室。这时沈梦然焦急地冲上前说：“陈心妍，赶紧把洞口封住，别管他们了。”陈心妍犹豫地点了点头，用异能重新凝聚了一面土墙。此时地面一眼望去，全都是一阶、二阶的老鼠，但在我眼里，这些可都是能量核心啊！大家准备开始干活了。一阶老鼠交给你们，我来负责二阶老鼠。收到。我瞬间使出空间切割，徐颖使出锁球冲击，苏雨飞使出雷电之力。半小时后，我们便将这里全都扫清了。这次一共获得了5颗二阶核心以及200颗一阶核心，并且将它们分解后，还获得了5桶一阶体能强化液和1升左右的二阶体能强化液。我宣布，这一片的能量核心全都被我承包了。而我则是吸收那5颗二阶核心，5颗核心只让我提升了25%。看来想要提升到2阶巅峰，还需要15颗二阶核心。走吧，我们往别处看看，还有没有高阶老鼠。我们开车在这废墟中游荡着，突然地面开始剧烈的震动。我下车一看，发现有只巨大的老鼠正带领着鼠群朝我们这边而来。不好，看这老鼠的体型，起码已经到达3阶了。大家做好准备。苏雨飞，这把弓箭给你，这把弓箭具有100%命中的效果。苏雨飞看着眼前的弓箭，觉得有点眼熟。这不是之前我给你的吗？是的，不过我将它强化了。你试试能不能将雷电异能注入到弓箭里发出。好。苏雨飞随即蓄力射出一箭，这一箭竟真的附带了雷霆范围性伤害。真的可以哎，落雪大哥你太厉害了。很好，那些1、2阶的老鼠就交给你们了，我来想办法对付3阶老鼠。我们几个除了我是2阶，其余人都是1阶，想要对付3阶的老鼠显然有点困难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灵光一闪，对了，这个堡垒车说不定能够有用。我连忙来到驾驶室，打开车辆武器系统，请放置能量核心。我直接拿出30颗一阶核心，请继续添加。这破系统这么坑吗？30颗都不够。不过要是这能解决3阶老鼠，我就可以获得1颗3阶核心，那也不是很亏。于是我又取出20颗能量核心，50颗，这应该够了吧？武器已准备就绪，正在锁定目标。紧接着，堡垒车上的武器刷新，并蓄力一炮轰了出去。仅仅过去3秒，系统就提示：恭喜获得3阶能量核心。友情提示：堡垒车的武器系统可以单独升级，使用能量核心融合即可。没想到这堡垒车的武器这么厉害，恐怖如斯啊！然后我下车开始清点收获。这次又获得了130颗一阶核心，16颗2阶核心，以及1颗3阶核心。这下我终于可以升到3阶了。就在这时，陈心妍抱着陈泽言跑了过来。陈心妍看到我，眼泪瞬间落了下来。请问你们有药吗？我哥快不行了。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自从上次你们走后，地下室的石墙就被老鼠群攻破了。还好我异能防御力不错，要不然就逃不出来了。我可以帮你救治，不过我可不能白帮忙。只要你愿意救我哥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那行，不过你得做我的小弟，加入我们的队伍。我愿意，我以后肯定能够帮到你。行，叶芷嫣，你过去帮他治疗吧。好的。叶芷嫣走到陈泽言身边，将双手放在他身上，随即一阵绿光闪烁，下一秒陈泽言就醒了过来。什么情况？老鼠不是冲进来了吗？哥哥没事了，现在你已经安全了。现在你哥哥已经就好了，就你一个人，跟我走吧。什么？我不能和哥哥分开？但我这都是女生，没地方给你哥哥住了。那可以让我哥哥睡车顶。我被他这想法给惊到了。这是亲妹啊，零下10几度，竟然让哥哥睡车顶。求你就让我哥和我们一起吧，我还可以给你个情报。我哥前几年投资的一个养猪场，虽然这段时间又是洪灾又是寒潮，不过养殖场周围全是大山，应该没被淹没。那些猪被寒潮冰冻后，肉质应该都很新鲜。养猪场猪肉我空间内刚好没多少了，这在末世倒是个好宝贝啊。那行吧，带上你哥一起，不过住在车顶没必要，还是和我一起住吧。陈金妍，你现在也算是我的小弟了，你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异能吧。我是土系异能者，平时就用异能建土墙防御的。没有攻击能力吗？我看你可以凝聚泥土，硬度和形状方面能不能控制？当然可以。那你为什么不试试把泥土凝聚成尖锥形，例如在地面下生成地刺，又或者让地面出现裂缝，控制住对方？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在身体外凝聚一层薄薄的护甲，只要硬度够高，敌人不就伤不了你了？土系异能者虽然攻击性不如火系和雷系异能者，但只要是运用得当，完全就能做到攻防兼备的效果。这么好的异能，陈心妍却整天只知道造土墙，真的是暴殄天物啊！
陈新年听完我这番话，眼睛瞪得老大。原来还能这样吗？我的异能竟然还有这么多用法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走，下车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陈新年连忙走下了车，当即试了一下地刺，没想到一次就成功了。不错，就是这样。不过你还得多练练，搞不好能够一次凝结出更多的地刺。谢谢落雪大哥，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。不用客气，不过我这里不养闲人，所有的物资都是要用贡献值兑换的。贡献值是什么？贡献值可以在我这里换食物和一些珍贵的物资。陈新年看着清单，又是一惊。新鲜蔬菜、水果、海鲜、牛排这些都不提了，甚至还有可以获得异能的灵桃，以及增强体质的药剂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看到这些，陈新年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换一个灵桃给他哥哥吃。毕竟在这个队伍里面，陈泽言没有异能，简直就是拖油瓶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队伍的规矩，多劳多得。接下来就带我去你哥的养猪场吧。陈新年拿出一份地图，这就是我哥养猪场的位置，里面起码有上万头猪。什么？在荣西山？我记得上一世荣西山出过一头9阶猪王，不会这么巧吧？回过神来，我立马出发前往荣西山。现在还是末世前期，就算那头猪王真的在猪场里，现在顶多也就是3阶4阶的样子，到时候再用堡垒车来一炮，那不就又获得一个高阶核心了吗？这次距离有点远。第二天我们才抵达荣西山猪场，可当我们进入猪场时，却发现里面一只猪都没有了。哥，你养的那些猪呢？不可能没有啊，我还有几个养鸡鸭鹅的棚子，我们去看看。但走进棚子，却还是空无一物。哥，你请来看场子的人不会偷偷把猪鸭鹅都卖了吧？不会，看场子的人叫老朱，他人品我还是信得过的，多半是因为末世洪水的缘故，所以老朱将这些都转移到山上去了。行，落雪大哥你怎么看？那就带路吧。于是我们一行人就开始朝山上走去。10几分钟后，我们便看到了几栋大房子。陈泽言走过去敲了敲门，很快一个中年人走了出来。他看到陈泽言愣了愣。陈老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老朱，就你一个人在这里吗？下面棚子里的猪呢？猪的话都还在呢，冻在旁边的库房里了。老朱指了指旁边库房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陈老板，现在这里我也做不了主，你们要是缺吃的，我去给你们拿几只鸡过来，但你们得马上下山。凭什么啊？这个养猪场是我哥的，你做不了主，我哥可以做主。别想拿几只鸡把我们打发了。大小姐啊，不是我不想给啊，你们是不知道，自从洪水爆发后，这个月陆陆续续都来了7、8拨人，但是都被那些猪场的人赶跑了。那些人非常凶哦。既然这么凶，我看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听到这话，老朱脸色一变。你这小丫头怎么说话的？我现在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进去收集猪肉，你们爱要不要？这样我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陈新年还想反驳，却被我给拦住。行，那就半小时。换做别人几百斤的猪，半小时肯定搬不完。但是我可是有空间异能的，搬空几个仓库岂不是轻轻松松？我们跟着老朱往前方的仓库走去。肉都在这里面了，你们抓紧时间进去拿。要是被那些家伙发现了，我也要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点点头，但是以防万一，我将煤球换出，潜伏在仓库附近，然后就带着众人走进了仓库。这时老朱突然将门锁住。你们不是要猪肉吗？我给你们时间慢慢挑。说完，老朱就去找帮手了。这个老六竟敢耍我们！哥，世道变了，人也变了。之前老朱是你的手下，现在肯定被别人收买了。我真是看走眼了，落雪大哥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要不要把门砸开逃啊？没事，不急，我先把肉收了再说，你们在这守着。随即我就往仓库里面走去。我来到了一个冷库，这里的肉类还真不少，各种猪肉、鸡肉、羊肉应有尽有，粗略估计起码有13吨左右。我直接将其全都收入了我的空间内，经过系统的100倍增幅后，那就是1300万吨。这么多肉，就算给我们队伍吃10辈子都吃不完了。今晚就给大家弄个全猪宴吃吃。收集完后，我心满意足的回到仓库门口，结果发现老朱也正好带着人堵住了仓库。老朱，你这次干得不错啊。那可不，有好东西我当然第一时间叫刘哥过来嘛。此时的陈泽言怒火中烧。老朱，你什么意思？末世前我待你可不薄吧？哟，还真拿自己当老板了。现在是末世，谁管你啊？哥，和这种小人生气不值得。落雪大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没事，看我的好了，外面的人听着，我就给你们3秒离开这里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里面的人精神没问题吧？还威胁我们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煤球出来吧。仅仅3秒，外面就安静了。
陈泽言兄妹都傻眼了，这宠物这么牛的吗？转眼间来到了晚上，我们在外面开始烤起了全猪宴。今天大家吃饱喝足，食物管够。好诶，跟着大哥混有肉吃。对了，落雪大哥，你在仓库里面找到了多少猪肉啊？你们猜，谁猜对，我奖励谁10斤猪肉。我猜100头猪以上。这答案好像没啥毛病，确实是100头以上，不过后面要多加4、5个零而已。我点点头，并没有否认。猜对了，奖励你10斤猪肉，以后想吃找我要。得到我肯定答复后，众人欣喜不已。100头猪，那起码有好几万斤吧？这么多肉，省着点吃，都可以吃好几年了。就在这时，叶芷嫣浑身一抖。落雪大哥，这里不对劲，我的感知异能好像察觉有只强大的灵兽正往这边袭来。难道是上一世的9阶猪王？大家小心，赶紧上车。我们迅速回到车内，系统赶紧帮我看看附近到底有什么东西。系统扫描中，发现一只3阶猪王正在靠近。果然是上一世的9阶猪王，不过现在末世前期他只有3阶的实力，这不就是送上门的高阶核心吗？我直接拿出50颗1阶核心，武器开始充能，正在锁定目标。紧接着就一炮轰了过去，击中目标，目标正在逃窜中。不愧是猪王，之前3阶老鼠一炮就没了，他被命中了，竟还能逃。我们开车迅速朝猪王方向赶去，在丛林中足足追了半小时，猪王终于是跑不动了。我刚准备动手，煤球忽然冒出，一口直接将核心吃了，我心里一阵肉疼。我追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这颗3阶核心，竟然被这个小家伙吃了。这时煤球突然叫了一声，顿时周围出现几道火焰围着它缓缓旋转，并且煤球的身体也开始快速膨胀，转眼就长到了3米高。叶芷嫣等人被惊呆了。大哥，煤球到底怎么了？他吃了个3阶核心，变异成为了幽冥王。就这样过了10几分钟，煤球的身形终于是恢复了正常。主人，煤球竟然会说话了。主人，我以后都跟着你混了，以后你要天天给我鱼干吃哦。见小煤球这么忠心，我心里的大石头也就放下了。像幽冥王这么强大的灵兽，要不能为我所用，以后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。我摸了摸煤球的头，说道：不错不错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化了。不过下次不能这样抢核心喽，战利品以后都由我来分配，你能做到吗？好的，主人，小煤球以后不会了。接下来众人便回到车内，开始享用起了全猪宴。第二天清晨，落雪大哥，接下来我们去哪呀？去北方的未来城。上一世未来城附近的危险最小，而且大部分基地都建在未来城附近，等待寒潮过去就会迎来极热，南方地区就更不适合基地驻扎了。这次我们去未来城，就是为了率先占领一座宝地。规划好路线，我们便朝目的地赶去。我们连续开了3天3夜，终于是抵达了未来城。刚到门口，我们却被上百名守卫拦了下来。什么情况？这里怎么现在就有人了？大哥小心，我感知到对方有5名异能者。其中一名守卫走上前来说道：你好，我们是未来城的后勤小队，请问你们是来投靠未来城的吗？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没想到仅仅是守卫就有5名异能者。我想了想说道：大哥，我们是准备回家，碰巧路过这里，麻烦行个方便，让我们进去吧。既然小兄弟家在这里，那自然也就是我们未来城的人，你们进去吧。不过我们这里有个规定，那就是车辆都得让基地统一管理。这样啊，那我先和我队友商量一下，毕竟这车不是我的。那你赶紧的，其实你们商量不商量都一样，来到这里就得遵守我们的规矩，我就提醒你到这了。我迅速回到车内。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这个未来城看上去挺厉害的样子，他们不会抢车吧？那得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小煤球，该你表演了。好的，主人。煤球瞬间跑出车门，下一秒他浑身气息突变，身形猛然暴涨到6米。众人看到这一场景，顿时被吓得四处逃窜。切，人多有啥用？这点实力还想躲我的堡垒车？说罢，我就将车子收回了空间，然后往未来城内部走去。大哥，我们到这里来干嘛？当然是建立起我们的基地。现在我们就去未来城内部的植物园。前世未来城的植物园可是顶级的生态园，只有未来城的高管才可以住进来，想必这里肯定有不少的秘密。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一座小镇，这里的人很多，人们似乎和末世前一样，气氛非常的和谐。看来就是这附近了，没想到这宝地附近的人们过得还不错。这时有3位居民走了过来。小兄弟，你们这是来干嘛的？我们是来考察的。我听说外面都乱套了，你们还有心思过来考察？你们有所不知，现在的一些动植物都有可能发生变异，特别是附近的植物园，你们要小心点哦。3人齐齐点头。
怪不得上次二壮去那个植物园后就没出来过了。是啊，大家都小心点。对了，你们知道植物园怎么走吗？就往那边直走就到了。小兄弟，既然植物园这么吓人，你们干嘛要过去啊？我们都是专业的，有保命手段，这些你们就不用担心了。那行吧，你们小心点哦。我摆摆手就朝植物园的方向而去。没走多久，我们就来到了植物园。这里大概率会是我们以后的基地了。走吧，我们一起进去。进入植物园后，我并没有选择深入，而是在空间内拿出了之前获得的3套合金别墅。我和叶芷嫣一间，苏雨飞和徐颖一间，陈泽言兄妹俩一间。此时他们几人已经开始笑得合不拢嘴了。落雪大哥太棒了，在末世没想到我们还有别墅住呢。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这里并不安全哦。这个植物园内将会有80%的植物陆续发生变异。我让你们住进合金别墅也是为了安全考虑。什么80%都会变异？几人顿时傻眼了。不用太担心，现在末世前期还没有这么多变异植物，但这个植物园能让这么多植物发生变异，也就反向说明了这里是块宝地，我们更应该利用起来才对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变异桃树这样的植物呢。也是，想要变强大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。对了，接下来你们的任务就是把植物园里有害的变异植物全部清除，剩下没有攻击性的变异植物全部保留下来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于是我们开始往植物园深处探索。这个植物园占地500多万平方米，覆盖了几座山头，里面拥有着近万种植物。我缓慢向前探索，忽然看到一棵树上正不断地飘出一种棉絮。我将其收入空间后，系统竟提示可以升级。物品升级成功，恭喜获得加强版青光丝，可以织成各种防具，水火不侵，拥有非常强大的防御能力，同时能一直保持恒温，适合在极端气候下穿戴。我双眼一亮，等待现在的极寒过去就会是极热。要是我用这防具拉拢其他人，这以后我建立起势力就简单多了。于是我将这些棉絮全都收入了空间内，然后回到别墅处将所有人召回。你们谁会织布？听到这话，众人都面面相觑。织布我们好像都没弄过哦。大哥，要不然我们去镇上问问。也行，那就交给你们兄妹了，这是办成了给你们贡献值。剩下的人现在就去植物园深处寻找这种棉絮，同样也有贡献值奖励。一听有贡献值奖励，众人积极的不行。陈泽言兄妹俩来到镇上四处打听，没多久他们还真找到了一个会织布的妇女。大哥，这位大婶说她年轻的时候学过织布，不过织布机得我们自己想办法。织布机不是问题，我这里有制作织布机的图纸。陈心妍，你直接用吐息异能凝结出来试试。陈心妍按照图纸很快就制作出来了一个织布机。不错，就是这样，你在附近再造一个工厂出来吧。陈心妍点点头，便开始工作去了。大婶，你看看这个东西能不能制作出来衣服或者盾牌之类的东西？大婶摸了摸青光丝，点点头说道：“这手感就和普通的针线差不多，完全可以制作出来，但我制作的可能比较慢。还有就是我帮你做事有什么好处呢？能做出来就行，你帮我工作，我每天给你1斤红薯。”大婶连连点头。我家物资也不多了，能有一点是一点。我可听说了，外面什么食物都没了。这小哥真是个好人啊！那行，你明天早上过来报道吧。另一边，陈心妍正在用异能制作厂房，因为制作的体积很大，直到晚上才彻底完工。我满意的点点头。不错不错，你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，今后会有大前途的。陈心妍听到夸奖，不禁笑出声来。多亏落雪大哥指点，要不然我还不知道我的吐息异能能有这么多用处呢。好了，忙一天了，累了吧？去别墅睡觉去吧。很快一晚上过去，一大清晨，我们便领着大婶来到厂房，里面有很多织布机和材料，你去工作吧。等等，我会让人再去镇上找些人来给你打下手。没多久，陈心妍兄妹又从小镇找来了几个手脚麻利的妇人，我带着他们走进厂房。你们可以帮那位大婶打下手，一天可以有1个红薯，不过只要你们学会纺织，一天就会有1斤红薯。对了，那位大婶，你只要教会1个人，我也会每天多给你1斤红薯。听到这话，人们都干劲十足，特别是那位大婶。如果把在场的几个人全都教会，那物资都够我自己吃好久了。另外，不要让我发现你们偷懒，亦或者手脚不干净。我在房间装了8个摄像头哦。安排好织布的事情后，我便走出了厂房。还有2个月就要转为极热天气，我还得加点人手，尽早制作出更多的防具。这时苏雨飞等人赶来。大哥，我们在植物园深处发现一件奇怪的景象。难道是这植物园的秘密吗？他们带着我走到了一处水潭处。我今早路过这里，我就注意到这个水潭了。当时我还看到有一些鱼正在吃那棵水草，叶子都快吃光了，结果没一会儿就又长出来了。什么？这里面还有鱼？如此低温的环境，
如果还有鱼能活下来，那肯定就是变异植物了。于是我立马将水草收入空间内。检测到物品已将水草升级为加强版巨灵水草，可以净化水域，使水域不受环境温度影响，并且用其喂养出来的鱼类食用后可以增强体质，对提高异能者等级也有一定的帮助。请注意，诞生巨灵类的植物附近必定有造化石出现。造化石？难道这就是植物园出现大量变异植物的真相吗？我立马将叶纸烟叫了过来。你用感知异能看看附近有没有特别的灵力。多亏叶纸烟的第二异能是感知，要不然我漫山遍野的找一块不知道啥样的石头，那指不定要找到啥时候了。没多久，他停在了一个小洞口前。大哥，这个洞口里面有不同寻常的能量波动。好，那我切开看看。我使出空间切割，将土墙切开，一个金黄色的石头便出现在众人眼前。没错，能量就是来自于它。我直接将石头收入到空间内。检测到物品已将其升级为加强版初级改造石，可以加速动植物的变异速度。佩戴此时还能加快异能者等级的提升。初级改造石，这么说那就还有高等级的改造石了。我将改造石握在手中，瞬间就感觉有一股无形的能量传入到我的身体内。果然是个好宝贝，虽然没有直接服用能量核心效果强烈，但胜在可以源源不断为身体补充能量。这应该就是植物园拥有大量变异植物的秘密。想必这里面肯定还有更高级的改造石，但是植物园的中心有一道能量屏障阻挡着，现在我才2阶，根本进不去。于是我回到了水潭处，将加强版巨灵水草放回了水中。这棵水草大家不要破坏了，用这棵水草喂养的鱼，我们吃了还能让我们提升等级。众人顿时一惊，这植物园也太牛了，简直就是一块宝地呀！突然陈泽言跑了过来，落雪大哥不好了，刚刚有人过来报信，说是山下的镇子那边来了一伙人，他们要接管这里，对方有很多武器，应该来头不小。好家伙，敢来我的地盘撒野！徐颖和陈心妍随我去看看，其他人驻守基地。刚到小镇，就听到一群人在叫嚣着。我再次重申一遍，未来城非常欢迎各位入住，你们可以选择继续生活在这里，但每个月都要给未来城上交一份食物。听到这话，小镇居民都是怨声载道，简直欺人太甚！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家，怎么还要我们交食物？你别说了，之前有个人反抗，结果就被赶跑了。切！此时我走到那居民身边说道：“居民们不要怕，我来给你们撑腰。敢欺负到我的地盘上来了！”徐颖、陈心妍亮异能，响股气息瞬间暴涨。是土系和火系异能者，赶紧呼叫支援。说罢，几人便开始逃窜。我们追到了城门口，结果被一大群人给围住了。小子，你中计了，还不赶紧投降臣服我们？笑话，你们都不配我大哥出手，我们2个足矣。徐颖、陈心妍分别释放出异能，但对面的女生却笑了起来。只见她抬起手臂，大喊道：“风啊，请聆听我的召唤！”瞬间一道龙卷风出现，将徐颖2人的攻击全都抵挡了下来。大哥，他的龙卷风有点强啊，我们没办法攻击到他。小问题，煤球出来吧，给我喷他！躲在暗处的煤球身形瞬间暴涨，没一会儿，未来城的人就彻底服气了。我满意的点点头，不错不错，这一次我都没动过手，看来我养的小弟们已经开始慢慢成长起来了。此时苏雨飞在不远处喊道：“落雪大哥，你快来看看，这边还有几个人。”我走上前去，看到那几个人脖子上都被戴上了项圈。我研究了一下，发现这玩意竟然可以限制人的异能。没想到未来城连这东西都研究出来了，本事不小啊！落雪大哥，这是在附近找到的钥匙，应该是解除这项圈的。知道了，把这群人带回我们基地吧。在不确定对方没有威胁前，我肯定不会轻易把人放了。我们将这5名异能者关到了厂房的2楼，并给他们留了一些食物。我们便回别墅睡觉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纺织厂的大婶们准时来工作，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镇子上的居民竟全来到了植物园门口。落雪您好，我是这个镇子的镇长。居民们都来我这，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？没有，我们都看到了您的实力，想要来投靠你。这段时间，你不仅给大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，还帮我们赶走了入侵者，大家都对你心存感激。是啊，落雪大哥，以后你做我们的首领吧。镇长见我始终没有表态，开始有点急了。先生，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，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尽管吩咐就可以，只需要庇护我们就行。那行吧，镇长，实不相瞒，我以后肯定要定居在这里的，以后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们遇到麻烦，我肯定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听到这话，居民们都露出了狂喜之色。那你们先回去吧，以后多多来往。这时，陈泽言忽然跑来：“大哥，那几个异能者想见你。”他们有说什么吗？没有。那加入我们基地的事情呢？
我提了，但他们好像很抗拒。果然是硬骨头，那就让我来会会他们吧。你们说我们一直不答应加入他们，他们会不会打我们啊？我觉得不会，这些人跟之前未来城的那伙人不同，还好吃好喝的供着咱们呢。我看未必，这说不定就是他们配合演的一出戏罢了。大家千万不要答应他们。我在门外都听懵了，这群人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。于是我走进房内，准备先下手为强。你们是未来城的人，我不会放虎归山的。他们几人顿时一惊，我们才不是未来城的，你少在这里贼喊捉贼。可你们是一起来的，我刚赶跑他们100来号人，你们觉得我会放了你们吗？你少吓唬我们，我们也不是未来城的，否则也不会被这个项圈限制能力。你不就是想要我们加入你的势力吗？那我们就好好谈条件。切，谁要跟你们谈条件？异能者我这里多的是，否则你们觉得我昨天只带2、3个人是怎么胜过未来城上百人的？几人倒吸一口凉气，这才想起来他们忽略了这一点。昨天确实只有他们几个人，面对上百人，还有1名强大的异能者，落雪队伍竟然能够完胜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给你们1分钟时间考虑。如果你们不能给我满意的答复，那从明天开始就不再有食物和水送过来。刘姐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答应吧，反正在这末世哪里混都一样。刘小烟满脸犹豫，我不甘心就这样寄人篱下啊。最后10秒，刘小烟身边的女生连忙来到我身边说道：我愿意加入。有人开了头，另外2名女生也都纷纷上前表态。刘小烟有些无奈的摇摇头，对那男子说道：走吧，我们也先加入看看吧，如果实在不合适，今后可以再做打算。很好，既然都同意了，那就先做自我介绍吧。我叫宋娇，是名大学生，觉醒的力量型异能。我叫小雨，也是力量型。我叫小倩，力量型。我叫刘小烟，感知异能。我叫袁丽，是一名钢铁工厂的工人，异能是可以控制金属，但是我还不太熟练。不错不错，幸好金属型异能者不是那个叫刘小烟的女人，要不然还真不好拉拢。不过刘小烟这个名字，我好像上一世在哪听说过。这时袁丽憨憨的挠着头说道：老大，在你这里工作，真的可以吃喝不愁吗？那肯定，从明天开始我会给你安排工作，在我这里解决温饱都是最低级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很看好你哦，你先跟我过来一下吧。我带着袁丽走到了别墅前，如你所见，住在植物园里面的几乎全都是异能者。这别墅你想不想要住？袁丽看着3栋别墅，双眼放光。那当然想啊，就算末世前我也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呢。我带着他来到一处空地，随手取出了一大堆钢材，材料和图纸我都有，你只需要认真干活拼接出来就行了。这栋房子就让你们伙伴5人住。那太感谢大哥了。不过我事先说好了，这房子只是租给你们住，到时候你们帮我做事，就可以赚取贡献值，用来支付房租和日常消费。随即我又拿出了一张清单，图纸上是基地能兑换的一些稀有物资，各种新鲜蔬菜、新鲜水果，还有家具这些。这基地也太富有了吧，说不定过几天我也能炒个青椒肉丝尝尝呢。袁丽，我之所以叫你过来，是因为你的异能比他们的都强，所以你跟他们做的事情自然是不一样的。明天让他们建房子，你就跟着我去植物园内部逛逛。好的，明白。对于这伙人，他们还是对我保持着警惕。想要彻底让他们成为基地的一员，必须找一个突破口才行。而袁丽就是这个突破口。袁丽拿着几份烤鸡回到厂房，大家快来吃，这是落雪老大送我们的见面礼。这个基地出手真大方啊！我看那个家伙只是为了彰显自己很有实力，想让我们留下来而已。吃了这顿以后，肯定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。我看落雪大哥人就挺好的，他们还送了我们一个别墅呢。我们先待一段时间再看嘛。是啊，刘姐，既然我们决定加入他们，那就别想太多。来来来，大家1人1只鸡，先吃饭吧。第二天，袁丽带着刘小烟等人来到了别墅前。哇，这几栋别墅看起来安全感满满呢。袁丽，我们的房子呢？你不是说我们也有别墅住吗？在后面呢。袁丽又带着他们来到了钢材处。这难道就是你说的别墅？我跟你们说，我这里有图纸，大家都是异能者，做起来很快的。刚没说几句，苏雨飞等人便走了过来。谁是袁丽？我是。落雪大哥说了，今天你和我们一起行动，搭房子就交给力量型异能者就行。好嘞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。我出去给大家赚贡献值，晚上买好吃的犒劳大家。对了，落雪大哥叫刘小烟过去一趟，说是有事找他。说完，苏雨飞等人就离开了。刘姐，你还愣着干嘛？首领都叫你了，赶紧去吧。那行，我去叙旧回来。转眼间，刘小烟来到我的别墅，过来坐着聊。不用了，有什么事这样说就行了。那好，那就说说你的异能吧。
我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我的异能是感知，能够发现常人无法发现的细节。那你来看看这块猪皮，有没有什么发现？刘小烟使出感知异能，瞬间就感觉不太对劲。这猪皮是3阶变异蛛王的，防御特别高，要是能缝合成防具，完全能够抵挡住1阶异能者的攻击。这时我突然想起来刘小烟这个名字，前世刘小烟就是那个声名显赫的武器大师。感知异能虽然普通，但他可是最强大的。没想到这次收获最大的不是金属型异能者，而是这个武器大师啊。不过想要让刘小烟心甘情愿为我做事，还得搞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。这次5名异能者里，刘小烟的年纪不是最大的，但大家都叫她刘姐，说明她才是这个队伍的老大。想到这里，我立马说道：这片猪皮给你，就按照你的思路来制作成防具。要是成品能让我满意，我以后就让你单独带一支队伍。什么？你愿意让我单独带队？刘小烟的表情很是惊讶。看来我猜对了，这个女人喜欢当老大的感觉，那我就稍微满足你一下。是的，只要你能制作出来防具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没问题。对了，你制作出防具也可以赚到贡献值，这些都是可以兑换的物品。人要有动力，做事才会卖力。刘小烟看着表格又是一惊，这上面有可以觉醒第2异能的灵桃，还有各种强化剂，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强大的装备，这些全都是我没见过的。你确定这些东西真不是你瞎编出来的吗？我给了刘小烟一个3阶蛛王的皮甲，仅仅3天时间，刘小烟便制作出来了一件护甲。这护甲能够抵挡1阶异能者的攻击，我很是满意的将剩下的皮甲全都交给刘小烟。这些你回去也慢慢制作吧，一件护甲可以获得1000贡献值。刘小烟直接兑换了1瓶体能强化液便离去。这3天里，宋娇等人已经把别墅搭建好了。刘小烟回到别墅就将强化液服用了下去，瞬间一股能量覆盖了他的全身。刘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这效果也太棒了吧！我现在感觉自己能单手举起1000公斤杠铃。宋娇等人顿时懵了，这都快赶上我们力量型异能者了，怪不得这个基地的力量型异能者是垫底的存在呢。对啊，我们也要努力工作，到时候也换一瓶试试。忽然地面剧烈的震动起来，怎么回事？不会地震了吧？不是，你们快看，对面山头有东西在对抗。咋办啊？我们要不要去找个地方躲躲？这时候袁立的对讲机响了起来，袁立，有活来了，把你们的人都叫过来。啥有活了？落雪大哥不会说的是对面山头那2个吧？别想了，先去见大哥吧。很快刘小烟等人便与我会合。大哥，前面的那2个家伙实力应该都在3阶巅峰，我们要不要先撤退？我放下望远镜说道。为什么要撤退？可那2个怪物要是发现我们怎么办？这你就错了，现在他们才是我的猎物，你应该祈祷他们不要跑路才对。刘小烟小队顿时一惊，这么恐怖的变异兽，怎么就变成大哥的猎物了？你们不要担心，听我的命令就行。我们先静观其变，等他们两败俱伤后，我们便可以坐收渔翁之利。就这样2个小时过去，2头变异兽的气息都变得很微弱。小煤球，你去探探他们的底，要是情况不对，就立马撤退。好的，主人。随即煤球身形暴涨，周围散发出数道幽冥火，然后他就直接朝山头狂奔而去。等煤球赶到时，这2头变异兽已经快要不行了。没一会儿，煤球就叼着2块3阶能量核心回到了我们这边。主人，这是他们的核心，做得不错。我把1颗核心收到空间内，另外1个就给你了。谢谢主人。煤球一口将核心吃下，原地开始吸收了起来。煤球作为我身边的最强战力，我必须把好的资源优先给他，这样今后他才能收集更多的能量核心给我。没多久，煤球就吸收完了，原本环绕在他身边的幽冥火镜开始分裂。我双眼一亮，看来3阶核心效果还是很明显的。煤球只是吃了1颗，幽冥火的数量竟然翻倍了。主人，我好饿啊！山上的那2头灵兽能不能给我吃？别急，这迟早是你的。大家也做好战斗准备。大哥，战斗不是结束了吗？难道还有灵兽会出现吗？没错，数量还不少呢。低阶灵兽都会被那2头高阶灵兽的身体所吸引，这也将是我们基地的第1场狩猎战。大家打起精神，一个1阶灵兽可以换100贡献值，大家可以先在我这边借点武器，到时候用贡献值还就行了。大哥，那体能强化液可以借吗？当然可以，除了灵桃外都可以，不过每个人只能借2样物品。大家顿时兴奋了起来，纷纷开始找我兑换物资。没一会儿，所有人就拿到了1把武器和1瓶强化液，并第一时间将强化液服下。苏雨飞收起望远镜说道：落雪大哥，对面山头有动静，那就出发吧。接下来1阶灵兽交给你们，2阶我来对付就行。
转眼间我们就来到了3阶零售的躯体旁。我拿出超级堡垒车说道：叶芷嫣和我待在一起，情况不对，你就立刻躲进堡垒车里，其余人自由行动。如果受伤，记得立马回来接受治疗。大家都去行动，我又要自己在车内躲着啊。芷嫣，你就安心待在落雪大哥身边吧，万一以后我受伤了，都不知道找谁医治呢。呸呸呸，你少乌鸦嘴，大家都不会有事的。好了，大家去赚贡献值吧。他们分成了2小队，便开始行动起来。3阶零售吸引来的基本上都是1、2阶的零售，所以我并不担心大家有什么危险。1阶零售基本上还没靠近我这边就被小队清理干净了，而偶尔几只2阶零售同样也只是送核心罢了。我们就这样扫荡了1天1夜，终于是清理完了。这次我们一共收获了487颗1阶能量核心，33颗2阶核心。大家都辛苦了，现在回基地我们庆祝一下。听到这话，苏雨飞等人不禁满脸欣喜，因为每次我说庆祝的时候，拿出的食物都是上千贡献值才能换到的山珍海味。我们回到别墅后，我就从空间内拿出了几斤猪肉、几斤鸡肉，还有各种海鲜蔬菜，让叶芷嫣等人拿去烹饪。很快来到了晚上，各种美食就被端上了餐桌，刘小嫣小队都看呆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多好吃的，真的可以随便吃吗？会不会太奢侈了？我在末世前都没吃过这么多好吃的呢。都别客气了，既然加入基地了，就是一家人，今晚随便吃管够。话音刚落，大家就开始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。1小时后，大家都吃的撑的不行了。我走到刘小嫣身边说道：今天你们也表现不错，接下来你就带领你的3名女生组成武器制造厂。是，首领大人。前段时间首领才答应让我单独带队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安排上了。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努力，这样才能不拖队伍后腿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苏雨飞等人每天都外出寻找资源，刘小嫣等人在制作武器，纺织厂也在不断制作防具。就这样2个月过去，生产出来了大量武器和防具。基地外的小镇居民也通过体力劳动获得了武器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原本寒冷的天气突然就开始升温了，看来极热天气快要来了。